所以朱高炽都是燕王的嫡长子哈，所以就身份来讲完全是没有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就蛮喜欢朱高炽，朱高炽的性格跟他的父亲还有跟他祖父是完全不一样，他沉默稳重，喜欢读书，是一派太平天子的模样。据说他10几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的肥胖，而且他从小就患有哮喘，也成为朱高炽后来他非常大的一个隐患。他爸后来就发动了我们所谓的靖难之役，可以说把整个明朝的历史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啊。明成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长子明仁宗留下来守北平，朱高炽下令把城内所有老弱妇孺能作战的全部集中起来啊。那朱高炽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他的沉着落定跟他的忠诚，都让他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把朱高炽封为皇太子。朱高炽啊，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就明成祖永乐皇帝哈。永乐皇帝他的皇位靠他自己发动武装叛乱，最后得到皇位。朱高炽的母亲系出于名门，他的母亲就是大名鼎鼎明朝的开国将领徐达的女儿哈。徐达我们知道在整个朱元璋的开国集团里面，一方面他是出自所谓怀氏集团嘛哈，二方面许多笔记里面都有记载，他跟朱元璋少年时期就认识，所以他们可以说是朱元璋发小，对不对？从小一起长大。台湾的俗语叫做“牵夹一两口出息”。没错，穿同一条裤子，大汉的。对，没错，而且为朱元璋可以说是南征北讨啊，这个立下许多汗马功劳。我们以前司徒思明也讲过明朝的开国史嘛，你就知道徐达是非常重要，最后攻入元大都，终结元朝的2个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就是徐达哈。后来徐达的女儿就在朱元璋，据说马皇后也很有影响啊。马皇后也虽然不是这个燕王的亲生的母亲，但马皇后当时也主张哈，这些皇子们应该要跟这些怀氏集团功臣的这些小孩们能够婚配哈。所以后来这个燕王朱棣就娶了历史上这个徐达的女儿这个徐皇后哈。娶了徐皇后之后，他们2个人很快哈就有了几个孩子哈。其中长子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一位朱高炽啊，所以朱高炽可以说是燕王的嫡长子哈，所以就身份来讲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知道，其实朱元璋晚年的时候面对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太子朱标早逝。朱标早逝这件事情对朱元璋打击很大，因为可以说把朱元璋在皇位上的一个布局可以说是完全打乱了。这件事情对朱元璋晚年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我们知道朱元璋非常希望他的王朝能够巩固，他常讲朕铁桶江山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朱元璋一方面他是平民出身，二方面他的家天下观念特别强，所以他一直很希望他的王朝能够嫡系传嫡系，王统的传承能够非常清楚。结果没想到太子朱标竟然早死啊！早死之后，朱元璋就要面对，就是说，那未来整个权力布局该怎么办啊？朱元璋当时用的方法就是说，那我就继续坚持他嫡系这个皇统，所以当时就立了皇太孙了，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建文帝啊，又称明惠帝嘛，对不对哈？那他立了建文帝为皇太孙之后，没有多久，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另外年纪比较大的4位藩王，包括燕王在内，也把他们的传承系统给确定了啊。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动作，等于是告诉天下，我朱元璋王统这一支就是要传嫡系，这样传下去。同样的，封在各地的藩王，包括当时驻守在北平的燕王朱棣也一样啊，当时就封了朱高炽为燕王世子，秦晋燕周4王。对，没错，而且都是太祖亲自赐教哈，这一点就等于说太祖把他抓来面试啊，然后亲自的教导这些孙子们，而且这个孙子是各家的长孙哦，非常重要这一点。没错，这4王的嫡长子啊。据我们今天看到明史的记载以及当时的一些笔记的记载哈，明太祖朱元璋就蛮喜欢朱高炽这个小孩的。对，我们先讲一下啊，朱高炽的性格跟他的父亲还有跟他祖父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应该是没有夸张的，因为包括当时的一些朝臣的记载都一样，都说他有几个点：第一，他沉默稳重，他不太讲话，而且喜欢读书，就是完全是一派太平天子的模样啊。我们知道这个朱家其实是没有什么教养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就直接讲了，奇葩皇帝特别多。对对对，朱元璋之外，他的老爸燕王朱棣可以说一辈子是在战场上的，像个老兵一样。所以这个孩子也不能讲反常啦，就是展现了一种到第3代皇孙
一种太平天子的气质哈。而且根据我们今天看到明史的记载，朱高炽年轻的时候不只喜欢读书，其实练武的表现也不错啊。他擅长射箭，据说他有一次跟其他几个藩王的世子，当时还小哈，还在儿童时期，一起在当时的南京城哈，朱元璋找他们一起来比试，就比试什么？除了读书之外，就比试射箭。朱高炽连续好几次都拿到了，用今天话说就是冠军哈，就击败了他那些堂兄弟，每次他的射箭都得到冠军。这件事让朱元璋注意到，这个孩子也说，这个老四有这个儿子哈，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据说他12、13岁的时候就可以跟儒臣哈一起讨论儒家的经典，展现了很好的记忆力哈，而且很喜欢读书。不该他讲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哈沉默寡言不说话哈。所以这位皇子在儿童时期就得到不错的评价，而且我认为应该不是溢美啊，因为看起来他确实是这样啊。不过朱高炽却也有一个很大一个缺点，据说他10几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的肥胖，而且他从小就患有哮喘。用今天话说，就是他身体不算是很好啊。对。另外还有一点啊，也有一些明史上有一些记载说他少年的时候就不良于行，到底是怎么不良于行就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啊，不晓得是后天造成还是先天造成。我认为应该是先天造成，可能是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有点长短脚，就两只有可能对，有点长短脚，所以他走路有一点跛，再加上他身体非常的肥胖，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痛风的现象出现，各位长短脚、肥胖、痛风导致这个皇帝不良于行啊，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认为说他未来能接他父亲的位置吗？身体的缺陷跟他先天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毛病也成为朱高炽后来他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如果他的爸爸就是一直当个燕王，他这一些缺点就不算什么了，是不是？问题是他爸后来就太厉害了，对不对？他爸后来就发动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的靖难之役。靖难之役可以说把整个明朝的历史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知道建文帝因为在齐泰、黄子成、方孝孺等人的建议之下，进行了所谓的削藩政策。我们必须平心而论啊，中国历史上有这种削藩的状况出现，在许多王朝也都有过。对，比如说西汉，对不对？吴楚七国之乱，对，没错。比如说西晋。八王之乱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削藩也不让人感到太过意外。可是这个建文帝在位时间没有太久，大概就是4年但是他的政治手段跟实行的方法并不是那么样的高明所以他的削藩很快就引发了藩王很激烈的反抗，有的藩王甚至被他逼到死掉了可是驻守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是不一样的在洪武末年就开始跟着蓝玉、傅有德等人就已经参加过北伐了，展现了很高的军事才能，能征善战这一点使得他跟其他所有藩王都非常的不同，所以他手握重兵其实很多记载说他手握重兵，可是我们今天就明史的资料来看，当时燕王朱棣手上的直辖部队大概就是3万到3万5千人，不算太多，但是是骁勇能战的部队对，他是守在最前线，长城最前线，打蒙古用的。对，没错。所以后来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所谓靖难之役这靖难之役前后也历经了2年多，对不对？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建文帝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建文帝当时手上能调动的部队有50、60万，非常庞大。第一阶段的统帅是由朱元璋时代的老臣叫耿炳文所率领因为他军力占优势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南京的朝廷的部队是采取攻势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虽然他手上有不少的部队，也有一些军官很能作战，但是却有一个问题，就是朱元璋晚年把所有能打仗的老臣几乎都杀光了所以这个很讽刺，对不对？朱元璋怕这些人未来威胁到他的江山，就没有想到这时候要用人之际，建文帝手上竟然无将可用耿炳文是当时朱元璋时代唯一一个残存下来的老将，但朱元璋不杀他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人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这个可是没有人可以用只好用他，对不对？这个建文帝没有周亚夫嘛，对不对？没有帅才啦。当时建文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可以统帅耿炳文能带兵，但是没办法将无将之能。其实这就是关键嘛。像吴楚七国之乱也不够，对，声望不够。那像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是老神在一出战七国就震撼。为什么？因为他有将之能，他能够3个月就打赢了，3个月就结束了。
是不是啊？所以根炳文向燕王的所在地河北这一带发动进攻，很快就在几场战役当中就被击败了不过建文帝很快发现根炳文不是对手，而且没有办法跟燕军作战的情况之下，就调动了第二任统帅就李景隆李景隆的父亲非常有名李景隆父亲叫李文忠是谁呢？就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是算起来李景隆是皇亲，对不对他的父亲李文忠也是开国名将各位，尤其是当年抵挡陈友谅死守南昌，这李文忠其实立了大功的仅次于徐达的存在对，没错，而且他又是朱元璋的外甥嘛，他姐姐的小孩，所以跟朱家关系又好，但是很不幸的这李景隆陛下的父亲能力差得非常多甚至还不如第一任的耿炳文所以当时燕王就进行一个非常大胆的战略，就是他率领燕军的主力大概3万人，直接奔袭关外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叫大宁。有2个原因，第一个，大宁有很丰富的军储，有大量的补给品跟军马在那边。二方面是大宁有很多军官过去是燕王的部下，所以他认为如果燕王亲自开道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内应，把大宁拿下，北平的后顾之忧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可以得到我刚讲那些兵力跟补给那陈祖率领主力夺取大宁的时候，那北平谁来守，对不对？这是最关键的林承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影响后来明朝政局的决定，他就把这个被认为是比较文弱而且我告诉各位，这时候他已经非常胖了，胖到不太能走路的长子明仁宗留下来守北平。哇，这是很关键的，而且我告诉各位，不同记载啦，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之前还跟学弟讨论了一下，有记载说他的城内守军只有数千人，但也有记载说在1万多人。1万多人原因是因为后来朱高炽下令把城内所有老弱妇孺能作战的全部集中起来有武器拿武器，没有武器搬石头，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但是在这场战役当中，明仁宗可以说表现非常好了。有2件，除了他指挥若定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的建文帝为了分化他们父子，甚至派人送了密诏给明仁宗，说你只要愿意归顺朝廷，未来你还是燕王。什么意思呢？你就跟我一起从背后打你老爸。当时这对燕王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是整个靖难战役的一个重要关键。对，明仁宗竟然把建文帝给他的密诏原封不动，开都没有开，直接派人送去给他父亲。他父亲拆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建文玩这一招，据说是齐太监建文帝这样干的这件事就让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所以后来北平在李景隆猛烈的攻击甚至一度有几次都已经快要把城门攻破了，但是李景隆这个人实在是不但没有什么能力，而且还嫉贤妒能好几次快要攻破了，他竟然下令停止进攻，因为他怕底下的人抢了他的首功另外明仁宗朱高炽甚至还2次命令他的部队在2次夜间发动奇袭，都造成李景隆的重大的损失后来果然燕王很成功夺取了大宁然后回过头来对李景隆发动了几次攻击。李景隆的部队当时攻进河北的时候号称有50万人，最后能够撤回山东的大概只有5万多，可以说把整个建文的主力就在这一战当中全部打光了那朱高炽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他的沉着落定跟他的忠诚都让他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所以他在燕王世子时代就有这样的一次表现。后来靖难之役就以陈祖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作为收场，天下大定，很快的状况就安定。燕王就把其他的黄子成、方孝孺这些该杀的杀，该清算的清算，反正那个建文帝是对很惨的。建文帝是逃走了，下落不明，所以在陈祖看来，国家还是以安定比较重要，所以在永乐2年的4月，还是决定把朱高炽招入南京应天府，封为皇太子他的太子的位置到这里才算是确定我这边补充几个，当初确实对于朱高炽就是仁宗来讲确实几度危急高许稍微懂事之后，基本上就经常随侍在附近身侧，甚至呢在靖难的时候几次还亲自救了陈祖就是拼死护卫他爸爸燕王真的是对他真的很喜欢。最后呢有一个理由真正的就说服他怎样了仁宗的长子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从小就表现出非常特殊的天资文武双全可以这么讲，所以陈祖特别喜欢朱瞻基所以后来想了又想你说第一个无过啦，有功啦，
出身好嘛，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给大家看这个世系图啊，看一下就知道。对，第一张纸，因为徐达在当年就是跟朱棣啊，在守北边的蒙古嘛，所以两个感情也不错，打仗好几次，徐达跟朱棣也是有功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徐皇后嘛，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徐达其实跟朱家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啊，因为徐达的太太的妹妹啊，是我们之前朱元璋讲过嘛，朱文正他侄子，亲侄子啊，就是他的大哥朱兴隆的唯一的儿子嘛，朱文正的太太嘛，哦，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废他嘛，所以最后想一想哈，就给了一个理由叫好胜孙啊，我有一个很棒的孙子啊，那好吧，就决定是你了啊，所以最后本来是孤缓之啊，所以在考虑再三，想了2年又4个月啊，终于决定呢把这太子之位呢还是给了仁宗，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哦，仁宗太子位哦，只是得来不易啊哈。对啊，没错啊。